中国火箭军将扩充超30%，弹道导弹旅达40个。美国报告称中国有350枚核弹头。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今年国际局势持续紧张，而且美俄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最后一项军控条约也即将到期，并且看美国的态度似乎也并不打算续签，甚至提出要求中国加入进去。这种荒谬的要求，而且最近美俄之间关于核武器的动作频繁，这让国内许多人担心，督促我国增加核储备。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2020年度核武报告称，中国解放军火箭军约2017年相比增加了35%，现在已经拥有40个弹道导弹旅，并且目前还在组建新的弹道导弹旅。澳大利亚墨尔本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原子科学家简讯预计，中国拥有350枚核弹头，并称这大大超过了美国国防部的预估。该报告由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和 FAS 研究助理马特·柯达撰写，他们通过计算作战弹头和仍在开发中的新型武器得出了这一数字。这些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通舱式和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艇发射的等效物，是核弹头的总数超过五角大陆在其关于中国军事的2020年报告中预估的低于200。该报告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50枚核弹头中，估计有272枚正在作战。这个预估数中包括204枚陆基导弹弹头、48枚水下弹头和20架飞机交付的重力炸弹，后者的任务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尽管最近已与中国重组，据称中国正在研发一种可能具有核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他们最近发现一架中国旗杆 H6 轰炸机携带着一种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的模型，尽管其发展状况尚不清楚，不过报告指出，中国的核武器储备规模仍大大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的规模。截至2019年初，美国就已经储备了大约3800枚核弹头，而俄罗斯截至今年年初已经拥有了多达4500枚核弹头。这么多的核弹头，就中国那350枚与他们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就这样还想要求中国加入军控谈判，很明显美国并不想继续签署军控条约。而我国的火箭军高速发展，不过是随着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加剧，面对多线压力，我国在提升自己的战备水平罢了。我国军事专家曾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表示，火箭军是我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并且它将在中国应对美国军事压力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航母杀手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专门针对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的弹道导弹，它对于美国这种拥有庞大航母编队的国家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威慑。杯弓蛇影，美网友称5万中国军队集结在加拿大边境，还击落了一架 F-16。美媒下的紧急辟谣，敬请关注本期内容。近日，在美国社交软件推特上有一则消息疯传，在该社交软件上，有一个拥有将近5万粉丝的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阴谋论的消息。该账号声称，近日在美国缅因州和加缅的边境地区集结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并且就在上周，密歇根州坠毁了一架 F-16的战机，而这也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坠毁，大概率是被中国击落的。没错，就是这样一则荒谬的谣言，但依然有许多网民相信了。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在美国和加拿大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部署上万军队到他们的边境，那他们似乎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吧？毕竟人家都到你家门口了，你都不知道。但是由于有许多人相信了，美国媒体陆军时报网站站出来进行了辟谣，称缅因州并不存在中国军队，而且这种阴谋论的胡乱猜测也并不好笑。该网友发帖称，密歇根州的 F-16并不是坠毁，而是被击落的。我现在相信有5万中国士兵被杀伤性炸弹炸死，就在缅因州和加拿大边境。而支持他这一说法的，其实也就是在今年10月份流传的一张图片，图片上显示一列火车正在缅因州运输榴弹炮。其实这种信息一看就是错漏百出，但是该作者依旧写着真相和事实，并且贴上了许多标签以增加浏览量。但是神奇的是，很多网民真的相信了，并且他们还拿着这张3.5照片作为美国军方应对中国入侵加拿大的证据。据报道分析，该消息有2个明显的错误。首先，在加拿大境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军队。其次，所谓被击落的 F-16是一架属于威斯康星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战斗机，它是在12月8号的一次正常的例行训练中坠毁。当地官员就表示，近期该地区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而缅因州国民警卫队陆军少校卡尔兰姆表示，缅因州国民警卫局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来还有这样的部队调动，而那张用来做证据的照片，真实情况也被戳穿。兰姆表示，其实缅因州的
军事管理局一直是在修整这些榴弹炮，但是这些行动早在2年前就已经结束了。而最近是由于联邦政府终于决定要将这批榴弹炮运出缅因州，并且已经签署了合同，所以所谓的解放军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将这批榴弹炮运往其目的地。近来我国与美国和加拿大关系日趋紧张，在此时爆出这样的消息很容易引起恐慌。但是如果真的有上万中国军队悄无声息的到达，而美国军队毫无所觉，那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在太平洋各处蹦跶了。近几年来，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结合的程度越来越高，军迷们也是经常调侃摸着美军过河来形容我军装备与美军的趋近。而就在最近，美国网友的一个小发现却把美军给惹急了。事情最开始是外国社交媒体上一个有数万粉丝的账号对外释放假消息，该账号声称自己发现在美国北部与加拿大交界的边境地区有数万中国军队在集结，而美国空军一架 F-16在执勤时发现了这一点，结果就被中国打下来了。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真相秘而不发，如今中国军队已经打到缅因州，与加拿大美军开始展开轰炸。很有意思的是，如此夸张离谱的谣言都没有解释中国军队是如何跨过太平洋出现在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假消息，结果却赢得了美国不少网民的信任，一时间让该谣言被大范围传播。随后就开始有人混淆视听的拿出各类配图、现场照片等等，一副中国马上打进华盛顿的样子。眼见着这场舆论大火烧到五角大楼的无能身上，可把美军惹急了。根据《环球时报》在当天的消息，美国陆军时报联合几个知名辟谣网站共同发文澄清事实，美加边境地区并没有中国军队，而网上配图也是美军军列，而 F-16在北部边境地区坠毁是机械故障，并非被击落。而网上声称的轰炸其实是缅因州的地震画面，并非爆炸震动。实际上，有观察人士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体系下的军工复合体都需要一个明显的敌人来套取巨额的资金流入。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了这些人要钱的主要借口。因此，长时间的威胁论和冷战思维让美国民众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思维，加上对华盛顿信誉的丢失，也就导致了类似的阴谋论，反而很多美国人会去相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宫集团一方面要不断污蔑、制造谣言，贬低中国的发展，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又需要树立一个敌人，用来要求财政拨款的倾向份额，用无数的谎言和谬论去堆砌一个核心目标。最终的结果不光撕裂了美国社会，更撕裂了美国人民看世界的目光。就如同很多人嘲讽的那样，美国到如今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中国在他们眼中既强大无比，又十分弱小。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民间的反制情绪十分高涨，就不说如今关于戴不戴口罩都要争论的问题。之前还有美国民调发现，至少有20%以上的美国人依旧认为地球是平的。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目前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而且美国人地理知识，很多人甚至不如中国的小学生，动不动就拿中国说事情，结果连中国在哪儿都不清楚。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访美，结果说到援助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来了一句：“你又不和中国接壤，别着急呀！”把印度人气得脸都黑了。